在我的印象中，我一直认为涂山奶奶完全是为了责任而活，所以她冷血，她无情，甚至还很残忍，但也实属无奈。直到我看完义应诱杀侯前后的故事，才恍然大悟，涂山奶奶到底隐瞒了什么。先来看原著中关于涂山奶奶一生总结的一段话：这个坚强霸道的女人，少年丧夫，中年丧子，经历轩辕和神农的100年大战，用瘦弱的身躯守护了涂山氏上千年。他离去后，涂山氏的9位长老一致决定，全大荒的涂山店铺为太夫人挂起挽联，服丧1个月。这是涂山氏几万年来第一次为非族长的一个女人如此做，但没有一个涂山氏子弟有异议。长相思第29章峰回处记珍重。在我前面的笔记揭秘景母死亡真相，藏着涂山氏羞于启齿的秘密一文中，已经和大家分享过，涂山氏是一个女人扛起的氏族，而涂山奶奶死后殊荣，也是涂山氏为这个秘密盖上的遮羞布。其手法类似于义应怀孕后，奶奶仓促间安排她和景的婚事，外人都看得出这场婚礼仓促到将就，义应却丝毫不能有任何怨言，因为在涂山奶奶的引导下，她已经被世人扣上了孝顺这顶帽子。那么涂山奶奶到底隐藏了什么？连涂山氏9位长老都没有看出来吗？解开这个秘密的钥匙就藏在义应身上。侯被义应竭尽全力射出的一箭射中后，义应柔声问：侯，我只想知道你对我可有一份真心？侯冷笑，讥讽地说：人都要死了，有真心如何？没真心又如何？长相思第46章魂梦安能断。到这里，他仍未承认自己对义应的感情，也许连他自己都分不清楚对义应到底是什么感情，是像蓝莓那样仅仅是用征服以证明自己比景强的猎物，还是与众不同的特殊存在呢？侯虽然受了致命的一箭，可体内的灵气还未散尽，完全可以推开义应，可不知道侯是没反应过来，还是对义应有一份真心，竟然任由义应紧紧地抱住了他。侯好像对于义应想做什么一清二楚，在义应刚握住剑时，他竟然伸出双手紧紧搂住义应，一边把义应用力地按向怀里，一边对景笑说：这一次依旧不公平，又有人帮你作弊，还是我的妻子。长相思第46章魂梦安能断。在这段文字中，我找到了侯的回答，他把她视为他的妻子，不是猎物，更不是情人，而是妻子。尽管义应在此时还顶着涂山氏族长夫人的名头，是涂山璟的妻子，但在侯的心中，她就是他的妻。那么是什么让侯在生死关头甘愿被义应刺杀，和他一起赴死呢？是他前面的一段话，一段他对他的真心。义应朝着侯摇摇晃晃地走去，道：可是偏偏我先遇见的是你。那年的5月节，我和女伴在高辛游玩，看高辛百姓放灯，没想到出了意外，不小心掉进水里。我不会游水，偏偏又被水草妖缠住，是你救了我。你撑着一叶扁舟，一边带着我观赏花灯，一边帮我寻找同伴。我看你不是第一次来高辛，问你来做高辛做什么？你说特意来看一个女子，听说她来看花灯了。我明知道自己已经订婚，心里竟然微微有些失落。后来寻到了我的同伴，你听到他们叫我义应，突然问道：你是防风小姐？我说是。你盯着我看了一瞬，笑着说：原来是你。说完，你就撑着扁舟划向了灯海。我听到远处有人叫涂山公子，你应了一声。女伴们都看着我哄笑起来，我们都以为你就是和我定亲的涂山公子，特意来看我。我眺望着你离去的方向，又惊又喜，心里居然也回荡着一句话：原来是你。我准备好嫁衣，欢喜地等着出嫁，却传来你病重的消息，婚礼被取消。父亲打听出你不是生病，而是失踪，舍不得把我这枚精心培育的棋子浪费在个死人身上，想要退婚。我却眼前总是你的身影，花灯如海，你撑着小舟，笑吟吟地说：原来是你。我不顾父亲的反对，穿上嫁衣，
千里迢迢赶到青丘，唯一的念头就是我一定要找出害你的凶手，谁杀了你，我就为你杀了谁。虽然你没有娶我，可我以你的妻子自居，尽心尽力地侍奉奶奶。当我确信是涂山侯害了你时，我决心要为你复仇，等侯回来后就设法杀了他。那日是上元灯节，你刚做完一笔大生意，从轩辕城归来，我搀扶着奶奶去迎接你，满府都是花灯，你提着一盏水晶灯徐徐行来，我呆呆地看着你，耳畔轰鸣的是，原来是你。长相思第46章，魂梦安能断。在这段话中，意映道出了真心，他对她一见钟情，一眼沦陷，飞蛾扑火，纵身一跃。初见时的惊艳，分别时的思念，重逢时的震惊，都不及此时的纯粹。纵然后来阴差阳错，他再也无法成为他的妻，但出狱时的场景一直深深印刻在他的心中，这是他给他最高的礼遇。但这份礼遇直到生命最后一刻才被他拆开，送到他的面前。他在这一刻忽然放下了所有，不过是因为有个人比他更早接受他的一切。接受他并不是名震大荒的涂山二公子涂山璟，而是纵有满腹才华仍被人轻视的涂山侯。接受他没有强大的背景，只是婢女所处的身份。接受他没有高风亮节的品德，只有阴损狡诈的伎俩。接受他不是涂山氏族长，无法给他想要的一切，却仍旧愿意没有名分的和他待在一起。涂山侯终身都活在被否定、被打压、被排挤的环境中，他终身所求不过是被肯定、被接纳、被珍视而已，而意映早已给了他。